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红墙观察，我是真言。老人家总这么玩，会把老公的腰闪断。在川普表示要将川习会推迟1个月左右之后，网络上人们的看法出奇的一致。而川普在谈及推迟一事时，又一次说他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川普今年的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成功行动，均对中共和习近平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习近平在与川普的这盘棋里，目前已经左支右绌，处于明显的败势。而川普的招法则是占尽先机，牵着中共的鼻子闲庭信步。而中共现在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这局棋下得如此局面，中共已经是生不如死。据《华盛顿时报》消息，川普总统周一表示，由于伊朗正在进行的战争，美国已要求北京将他原计划与习近平会面的行程推迟1个月左右。川普原本预期将在3月底前往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一场面对面会谈，讨论贸易及其他问题。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场活动中，被问及此事时，总统表示，他还不确定这次访问是否仍会如期进行。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件事。川普说，我们正在和中共国方面沟通，我很希望能去，但因为战争，我想留在这里，我必须在这里，我有这种感觉。他说，因此我们已经要求将访问推迟1个月左右。中共国的大部分石油运输需要经过毗邻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而由于战争，这条航线几乎已经关闭。我很期待与他见面，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川普在谈到习近平时说，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很简单。现在正在发生战争，我认为我留在这里很重要。如果此次成行，这将是自川普2017年第一任期以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国。5个月前，两位领导人在韩国城市釜山会面，并同意在一场使关税飙升至3位数的贸易战中达成1年的停战协议。对于这一消息，海外华人圈里的评论呈现一边倒，人们都说习近平要被玩死了。大家纷纷表示，川普这次没有给最爱面子的小学生一点面子。人家是沃顿商学院出来的，智商低如200斤，能进去读吗？老人家总这么玩，会把老公的腰闪断。想想中宣部那些类似今年是中美关系重要的1年，提前写好的文章发不出去，就好笑。中共不能一边资助伊朗跟美国干仗，一边还想美国对他好脸色，这是常识不是吗？普通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民间反美的节奏已经被带到高潮了，真当人傻呢。在川普对马杜罗和哈梅内伊展开霹雳行动之后，事实上中共为了能让川普访中，已经怂态毕露。就在3月16日，在中共外交部的记者会上，爱飞社记者哪壶不开提哪壶，提问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随特朗普总统一同访中，中方制裁会否影响卢比奥访中？发言人林健的回答是，中方的制裁措施针对的是卢比奥先生担任联邦参议员期间的涉华言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问题是，川普威胁说，如果中共国不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问题上提供协助，他将取消对北京的访问。中共国对特朗普的这一具体言论有何回应？而林健的回答是，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双方就川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3月15日，川普在英国《金融时报》刊登的采访中说，我们希望在峰会之前知道结果。他还补充说，我们可能会推迟，当时未说明会推迟多久。从中共外交部的回应看，不仅对卢比奥以先生相称，而且在这2次回答里，其一贯的战狼语气也消失不见。这一极为明显的变化，说明川普对马杜罗和哈梅内伊的行动已经极大震慑了中共的嚣张气焰。网络上人们对中共的装怂大加嘲讽。一位网友说，事实证明，只要你足够牛，共产党就会立马怂。
还有人说，共产党在胆小鬼游戏中就没有赢过。昨天的卢比奥不是今天的卢比奥，这话术挺耳熟呢。苏系逻辑话术薪火相传，你必须承认，苏共殖民下的中国把中国百姓纯纯的当猴子耍，泱泱大国也是太能闹笑话了。之前制裁的时候，粉区和基本盘那是喊着赢麻了，吹了一周，现在这又回旋镖被主子打脸，这种情况多少次了？历史制裁不具现实意义，共产党信奉的就是不要脸，只要话能圆得过去，再不要脸的话都能说出口。共产党的嘴谁信傻傻，一切为了利益需求，无耻之徒。下面咱们再来聊聊习近平的大肚腩。误伤其类，兔死狐悲。一个中共的老朋友被捕死亡，带给习近平与中共的是从未有过的如山般的压力。习近平2次出席葬礼的照片反映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他的大肚腩明显缩小了不少。要想看明白习近平的肚子小了多少，咱们找一个类似的瞬间。2023年10月26日，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消息震惊世界。短短几天之后，中共于11月2日举行李克强遗体告别式。在中共央视的镜头里，陈红与习近平握手时双方的敷衍与尴尬，让李克强之死更显得离奇诡异。此时的习近平在与李克强夫人陈红握手时，他的大肚腩非常明显。然而李克强去世仅仅2年多之后，习近平的体型似乎也出现了变化。2026年3月10日，中共举行宋平遗体告别式，习近平等人出现。在中共新华社发布的照片中，习近平上身穿着一件皱巴巴的黑色西装，与李克强去世时相比，习近平西装下的腰身已经明显消瘦，大肚腩也明显缩小。结合世界局势，尤其是2026年以来的世界局势来说，习近平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似乎是他大肚腩缩小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中共央视发布的视频里，另外一个镜头更加明显，习近平的整个身子似乎都小了一圈，而且和过去相比，他在对宋平遗体鞠躬时弯腰的动作也显得笨拙，或许是精神上的压力更加促使他的身体加速衰老。现在习近平遇到的大事是接连不断，而且出现的频率明显提高。先是2025年12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美国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公布中共高层财富报告。其中，该法关于中共领导层财富的报告规定，从法案颁布之日起1年内，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应与国务卿和战争部长协商，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开网站上公布一份关于中共共产党领导层财富的报告，涉及范围包括中共总书记、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川普总统签署法案，引发无数中国大陆民众以及海外华人的热情欢呼，人们坚信中共最高层的腐败真相将震惊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是针对中共最高层的精准打击，或者说斩首，而习近平首当其冲。第二次则是2026年1月，美军的行动再次让习近平心跳加速，食欲减退。委内瑞拉时间1月3日凌晨2点左右，美军对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发动空袭，以压制防空系统，绝对决心行动拉开序幕。美军的这场历时2小时20分钟的空海陆联合作战，最终以成功抓捕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活捉回美国而大获全胜。此前仅仅几个小时，中共代表团刚刚与马杜罗进行了会晤。毫无疑问，中共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小琪和他率领的中方代表团获得了终生难忘的人生体验。美军让他们在真刀实枪的战场氛围里，两股战战地度过了这不安的一晚。中南海里的习近平也在惊恐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美国，川普则振奋地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我是像看电视节目一样观看的。
如果你看到那速度、那激烈程度，真是惊人。这些人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随后，更多的细节被不断曝光出来。美国情报人员为了顺利完成这项行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他们一直在紧盯着马杜罗的一举一动。或许最能引起习近平注意的是下面这段内容：一个小型团队，包括一个委内瑞拉政府内部消息员，持续观察这位63岁领导人睡在哪里、吃什么、穿什么，甚至据高级军官透露，还包括监视他的宠物。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身边也有这样的内部消息源，这种担心必定会让习近平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惊魂未定的习近平很快又遇到了第3次心灵暴击，这一次更加猛烈。就在美军密切监视着马杜罗一举一动的时候，他们也在一直等待着机会，等着伊朗高层官员共同出席会议。终于，他们等来了这一刻。哈梅内伊将于2月28日早上出现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处建筑群内。他们同时掌握了其他伊朗高层军事与情报高官于同一时间开会的位置。以色列战机呼啸升空，直扑德黑兰。当地时间上午差不多9点40分，以色列战机向哈梅内伊藏身之处投下30枚重磅炸弹。很快，川普正式宣布哈梅内伊死亡消息。在川普发表的社交媒体贴文中，一句话被中共新华社重点强调：他无法避开我们的情报以及高度先进的追踪系统，依然还是情报。这更加重了习近平担心身边有内线的精神焦虑。那么，习近平对这些会是一种什么反应呢？一件事情可以提供参考。2017年4月的首次川习会议期间，川普在宴会上向正在吃甜点的习近平分享了一个最新消息。他说：“我们刚刚轰炸并摧毁了叙利亚的机场，这些机场被用来对叙利亚人民进行化学武器攻击，他们越过了我们的红线，我们把他们摧毁了。”正在享受着甜点美味的习近平立刻停止了动作，他看着川普，竟然让他又重复了2遍。消息震惊的让习近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然，美军轰炸叙利亚和今年对马杜罗、哈梅内伊行动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而后者对习近平的心灵暴击可想而知。或许这就是他的大肚腩消失的原因。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了。点燃希望，为正义发声。感谢您关注红墙观察，我是真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